花叶姐妹究竟有多可爱？就连屁屁都是爱你的模样。真是好大的一颗白桃锭啊！花花不愧是天选顶流熊，露个屁屁都能让姨姨们萌出尖叫，真的好想去现场帮花花挠一下。对此，显眼包灵颜彻底崩溃了。花花露个屁股，你们都说她好看，我扭个屁屁，你们却说我涉黄，告到中央！我要告到中央！前几天花叶姐妹独自营业的时候，找不到姐姐的叶子急得差点拆了办公室。现在两姐妹终于团聚，亲热的闹作一团。叶子更是使出浑身牛劲跟姐姐贴贴，果然花叶姐妹就是世界第一好。小时候姐妹俩被放到摇摇床上，花花扑腾着软趴趴的身体一直追叶子，而叶子为了躲开姐姐一直往旁边爬，最后变成她逃她追她，插翅难飞。有时叶子也会阻碍花花称霸幼儿园。这天霸王花仗着体重头大压制别的小熊，本想来个先礼后兵让其放下戒备，结果刚抬起手打招呼就被叶子撞倒。花花扑腾好久才像个小乌龟似的爬了起来，也不管小熊有了，跌跌撞撞的跑去揍叶子，心想今天不见点血这是接不过去了。有时发姑奶爸看到花花打不过叶子，心疼的他抱起花宝鸡手把手教他打架，结果因为叶子既占据地势优势又力气大，一人一熊水灵灵的轮番挨了几巴掌。对此花花表示我真的会信，不过别看花花身高只有叶子一半，但却能用血脉压制稳稳拿捏对方。当谭爷爷呼唤花叶姐妹回家吃饭时，注重形象的花花在前面优雅的慢慢走，而等不了一点的叶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更是着急之余不小心撞到了姐姐。花花也顾不得维护女明星形象了，转身小手狠狠一拍的急急急，你是急急国王吗？这下叶子是真像锯了嘴的葫芦不敢吱声，看来任何生物都逃不过血脉压制。此外花花还会小奶鹰撒娇要吃的，当他张嘴半天爷爷却把食物给了叶子后，花花立马闭嘴，满眼的委屈和难以置信。爷爷我不是你最爱的宝贝了吗？气得他小奶鹰控诉爷爷的狠心。小奶鹰，拿上，你让他打开不来了。是花花的叫吗？不得不说花叶姐妹真是天下第一可爱，而如此有趣的姐妹花网友们爱了吗？原来被爱真的会疯狂长出血肉，谁能想象这只圆滚滚奶乎乎的小熊就是曾经形容枯槁骨瘦如柴的丫丫。今天上午北洞更新丫丫近况视频，只见长公主轻车熟路的来到木架上，拿到竹篮里的笋笋就坐下来开吃，悠闲自在的模样属实令打工人目。这次奶爸还将竹笋插在了管飞里，丫丫费了好大的力气都没有拽下来，最后换了个方向才终于拿到手。长公主犹豫地看着手里的笋屁屁和留在管飞上的笋尖，最终还是决定把美味留在最后吃。也不知道北洞笋笋究竟有什么魔力，还几次都把我们丫丫给香迷糊了。只见大佬坐姿的长公主手里攥着笋笋，一脸呆萌无辜，看样子是吃醉了。不得不说，在北洞休养1年多的丫丫，现在是真的美到姨姨们心坎上了，眼睛干净明亮，脸蛋圆嘟嘟奶乎乎的，想必这就是爱与不爱的天壤之别吧。当年食不果腹的丫丫因为饥饿，向饲养员55秒下跪磕头29次，努力翻转沉重的漏食器，却只得到几块勉强塞牙缝的卤干。即便是有特殊意义的生日，丫丫得到的也只是一坨冰蛋糕，上面零星点缀着一点点水果，或许是根本不奢求有一顿大餐。当即将回国的丫丫得到鲜嫩笋笋后，她不敢置信地将所有笋咬了一遍，确认这是给自己的才开始狼吞虎咽。这些画面无论看多少遍都觉得心酸。回国后面对满房间满院子的食物，丫丫吃东西依旧是很节约很急躁，下意识认为吃完这些就不会再有了，不仅不吐笋皮，就连竹子都格外珍惜。为此北洞还曾心疼的发文表示，丫丫负责好好吃饭，其他的交给饲养员吧。而在北洞奶爸奶妈的每日煮海攻势下，长公主才总算适应了豪门生活。每当丫丫还没吃够笋笋的时候，她就会坐在奶妈准备的小垫子上，把头埋在爱马仕包里仔细找寻，像极了到处找零食的小朋友。在孟菲斯只有轮胎能玩的长公主，回国后直接秒变玩具大户，王八壳小推车铁王座应有尽有，偶尔奶爸还送来胖大海边的鸡笼，只是丫丫看了几眼就给扒拉到地上，内心 OS 不能吃又容易坏走你，只能说被爱真的会让血肉疯狂生长。如今的丫丫已经彻底脱胎换骨，身体素质变强，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嘴角还时常挂着开心幸福的笑容。只愿丫丫未来熊生永远幸福快乐，做个无忧无虑的胖宝宝。国宝大熊猫究竟有多不好伺候？喜乐直接对冯奶爸重拳出击。最近二姑奶奶正处假孕期，胃口不好，心疼的老冯便将竹子一根根递给她，并寸步不离地守在一旁看闺女吃饭，探头探脑的模样像极了压在五指山下的猴。之后冯奶爸又给闺女拿来美味果果，以往会起身接住的喜乐此刻却无动于衷，或许是由于激素影响导致情绪不稳定，喜乐突然重拳出击打在老冯手背上，尽管冯奶爸反应迅速地抽回了手，但还是被锋利的指甲划出了一道血痕。二姑奶奶这暴脾气果真名不虚传，其他小熊和饲养员的相处温馨有爱，可喜乐和冯奶爸之间更像是欢喜冤家。当二姑奶奶在铁架上练习杂技的时候，老冯担心闺女摔下来，当即出声提醒：
谁料喜乐一身反骨，根本不听他的，被唠到烦了就直接用手拍铁架。你口气好点，不然让你死网上。只能说喜乐的脾气都是这个爹给宠的。要知道老冯从不舍得让闺女受委屈，别的小熊爱喝的盆盆奶，喜乐也得有。可当老冯好心好意的给他端来后，喜乐却觉得奶爸是想用毒谋害自己。你想哪有小熊不好盆盆奶的？你把盆盆奶给我闻了闻，让甩，不要毒死你，你尝尝，你试试，它弹性，总怕你要找害的啊！感觉老冯苦口婆心劝半天，喜乐只听到巴拉巴拉毒死你，巴拉巴拉要害你。不仅如此，二姑奶奶还主打一个随时发疯，及时行乐，从不内耗自己。当喜乐趴在小卖部要零食吃的时候，奶爸逗他玩，故意屡次把小窗口关上，气得喜乐小嘴巴巴的跟打快板似的。老冯，你分不清大小王了是吧？如果到饭点了，奶爸还没有送加餐，喜乐就直接坐在门口拿着竹竿当当枪，主打自己不开心，所有人都不能好。小时候可淘了，3、4岁那阵饿了怎么办呢？他会叫你，到点儿了，他看你还没下去，他就坐在门那儿拿一根竹子敲，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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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敲？你多咱下去，多咱给他吃上，他不敲。不过虽然喜乐脾气大，但他非常宠粉，就算是穿着貂皮大衣，也要顶着高温营业，把远道而来的叔叔姨姨们感动得眼泪汪汪。可唯独冯奶爸要被自家闺女吓死了。你就回去吧，行吧，我已经受不了了，我都快死在这儿了。回去吧，行吧，太热了，孩子，回去吧，行吧。就是说头一次见到如此卑微的饲养员。不过虽然老冯被闺女拿捏得生无可恋，但当听到游客调侃喜乐脾气太倔时，护犊子的冯奶爸当即表示反对。实力全是天塌下来都有奶爸的嘴顶着。这人特别有性格，是，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宁死谁，就特别牛。别那么说，别那么说，你这个跟我说行，你要让媳妇听见了，差着点骂街，对吧？你不能平白无故无情清白，对不对？而且还骂这么脏。看来二姑奶奶之所以如此豪横，全都是老冯给惯出来的。为何陕西大熊猫知名度远不如四川？只因他们号称永不租借。陕西是最容易遇上野生熊猫的地区，据说目前秦岭地区生活着387只熊猫，平均每100平方公里就有10只，种群密度居全国之首。因此来到陕西旅游的游客总能在路边发现野生熊猫的身影。而秦岭不只有黑白配色的熊猫，还有棕色稀有款以及白色隐藏款，并且陕西和四川的熊猫是2个亚种，据说它们已经30万年没有交流过了。秦岭熊猫个头大，脸更圆，看上去像猫，而四川熊猫看上去更像是熊。不过别看秦岭熊猫长相萌萌哒，野外生存能力那可是棒棒哒。秦岭小霸王胡子就是长着最萌的脸，一掌把人家豺狼的脊梁骨拍碎了。此外，陕西为了保护这群国宝，特地划出8个西安市大小的区域，作为大熊猫的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只需定期巡视救助受伤小熊。秦岭目前圈养了42只大熊猫，大多都是从小从野外救助回来的，并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所以只能给他们奉上国家编制，但更多的是救助后重新放归自然，并且还会给他们带上 GPS 定位器，不仅能帮滚滚在遇到危险时护住颈部，还能及时救助，确保熊孩子的安全。由于官方对本土大熊猫的宣传很少，导致陕西熊猫知名度远低于四川熊猫，就连许多本地人都以为家乡特产只有兵马俑。而陕西大熊猫之所以能永不租借，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蓝天之下，还要感谢熊猫之父潘文石教授。潘教授曾说过，真正的熊猫属于大自然，清风与现世面，在哪里生在哪里死，这才是对生命的一种仁爱。也正是他力排众议提出反对圈养，才为秦岭熊猫保下了一片净土。可即便如此，野生熊猫数量依旧缓慢提升，毕竟自然界存在太多不确定因素，比如熊猫妈妈在野外产下双胞胎后，由于没有太多精力同时照顾2只幼崽，只能无奈抛弃体质较为弱小的那只。但好在秦岭地区盛产竹子，并分布种子植物4600余种，有果子的季节它们还会摘果子吃，所以不用担心熊猫伙食问题。但其实不论圈养还是放归野外，都是对大熊猫种族的一种保护。相信在四川和陕西的共同努力下，未来熊猫圈必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